我们一开始说过，这次实验是要比较两种方式，祷告和自言自语的思考。好消息是，这两种方式都确实有帮助。无论是祈祷还是大声思考，都能让人更好地理解问题本身，激发出新的想法，甚至梳理出接下来要怎么做的行动方案。换句话说，按照波利亚的解题4步法，理解问题，拟定计划，两种方式都表现得不错，旗鼓相当。但真正的分水岭来了。哈德森发现，有些指标祷告组表现得明显更好。最明显的是什么？情绪疗愈感。祷告的人更容易感受到轻松释怀，他们更有可能相信这个关系会改善。更关键的是，他们会对那个让人不舒服的对象产生更多的同理心和理解力。他们不再那么容易贴标签下结论，反而开始想，也许他也有苦衷吧，或者我可以多给他一次机会。而另一边，思考组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虽然也能分析问题，想出对策，但他们不会因此觉得关系更好，情绪更轻松，更不会突然就对那个人产生什么正面情感。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你分析了一大堆，讲了一堆道理，但心里还是不舒服，该烦还是烦。而祷告除了让人理清问题，还能让人心软下来，产生连接，愿意释怀。所以你可以说，祷告和思考都是解题工具，但祷告更像是一种情绪疗愈器。它不仅让你知道该怎么做，更让你愿意去做，并且带着一种善意和平静去做。这或许才是祷告真正的独特之处。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虽然这些都挺有意思，可哈德森只研究了基督徒的祷告，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在哈德森的研究里，他主要关注的是基督徒参与者的祷告行为，因为那是他亲眼观察到最有数据支持的部分。但说实话，祷告本身是个非常宽泛、难以定义的概念。它不像刷牙那样有一个统一固定的动作，也不像选举那样有一个制度框架。祷告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心智行为，带着极大的多样性。在哈德森后来发表在《认知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中，他和合作者试着给祷告下了一个工作定义。祷告是一种私人的反思性的心智活动，涉及与神灵体进行的内在，有时外在对话，并期待这是一种沟通。这一定义尝试把祷告的范畴从基督教拓展出去，覆盖更多信仰体系和文化传统。在这项跨文化研究中，他们接触了泰国和中国的佛教徒、加纳的奥康福祭司、瓦努阿图的祖灵信仰者。他们的祷告方式、语言、姿势、对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在祷告中往往会把神感受到像一个人，一个可以沟通的对话对象。这种人格化的神圣对象是祷告的核心机制之一。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基督徒，它也广泛存在于犹太教信徒、穆斯林、萨泰里阿、古巴融合宗教的信徒，甚至包括某些当代的异教徒、魔法实践者。无论他们的神是谁，语言是什么，形式怎样，他们在祷告时都在与一个被感知为活着的存在对话。这也许就是祷告能够带来认知调整、情绪修复、目标澄清的原因之一。说到底，让哈德森最感兴趣的一个特征是祈祷的自发性。你可能会说，祷告不都是祷告吗？其实不是，并不是所有祷告都具备解题的效果。像是仪式化的祷告、照本宣科的朗读或者重复吟唱的经文，这些祷告当然也有意义，它们能带来仪式感、信仰连接、灵性体验，但它们未必真的能帮你命名问题、理清状况、制定计划。而哈德森所说的问题解决型祷告有一个关键前提，它是自发的，是个人化的，是一种你在和神说话或者和某种灵性存在对话时，由内心自然流出的思维过程。你不是在完成一个仪式，而是在试图用祷告这个形式解决一个你正在面对的实际问题。虽然哈德森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基督徒，但根据他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这个现象绝对不限于基督教内部。
哈德森愿意大胆推测，只要一个人经常主动地进行某种祷告式的练习，不论是向神、向祖灵、向宇宙或向某种灵性存在，只要这种祷告是真诚而自发的，那么他们多半也在解决问题。用祷告来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新的、刚刚被科学捕捉到的现象。但其实，祷告对人类的好处，科学界早就开始关注了。比如，有研究发现，祷告能减少焦虑，提升感恩感，还能增强幸福感，提升人的心理韧性。有一项研究专门调查了祷告者的身体状况，在伊朗做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祷告与身体健康直接相关。还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祷告姿势，比如站着、跪着、合十、俯伏，会让人产生不同类型的情绪体验，包括很多积极的情绪，比如平静、安心、接纳。更有学者认为，集体祷告仪式在社会层面上也有重要功能，它能加强群体身份认同，增加我属于这里的归属感，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也就是更愿意互相帮助。甚至有一项非常离谱但真实存在的研究指出，在试管婴儿治疗中，接受远程代祷的病人，其受孕成功率可能会更高，虽然还缺乏足够证据支持。这些发现虽然方向各异，角度不同，但科学界的共识越来越清晰。人类祈祷是因为祷告能让人思考得更清楚，感觉也更好。这不是迷信，也不只是心理安慰，而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心智活动，帮助我们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当然，话说回来，你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种祷告帮助你治愈自己、解决问题的说法，会不会其实是很美国式的想象？这其实是个非常尖锐也很必要的问题。毕竟，美国文化本身就非常强调个人体验、心理疗愈，而在美国历史上，宗教和心理学之间的边界一直都很模糊。像是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在190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就提出，研究人的宗教和神秘体验，不只是理解宗教，也可能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宗教的科学。他本人相信，宗教体验不只是心理现象，也可能是真正接触到了某种超自然的真实存在。后来在美国广泛流行的新时代信仰系统，也延续了这种思路。从19世纪的新思维运动，一直到今天 TikTok 上火爆的显化 Manifestation 指南，这些看似不同的东西，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在传达一种理念：精神意念的练习会带来疗愈，你所相信的将引导你走向更好的生活状态。所以你可以说，个人祷告的疗愈性确实有很强的美国文化底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现代世界里，人类仍然在寻找一种既能面对现实，又能照顾内心的精神工具，而祷告也许正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向神说话，向宇宙许愿，还是向内在自我倾诉，人类从未停止过这类心智活动。实验里的结果，其实早在哈德森第一次采访的时候，参与者就已经在告诉他了。哈德森看到的是人们在祷告中解决问题，而他们说的是：我在跟上帝说话，我感受到他在听，我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从科学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实验能证明上帝是否存在，也无法验证他是否真的在那一头回应了这些祷告。但有一点，我们确实可以验证，那些祷告的人确实感觉到了帮助，而那些只是自言自语思考的人没有。这就是区别。你可以说，这或许是一种错觉，也可以说，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信任连接。心理学上对协同解题的定义是这样的：要解决一个新问题，团队中每个人都能评估方案的质量，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彼此需要彼此。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上帝或许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协作对象。当人说我无法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祷告就变成了一个通道。在那段对话里，你不是在独自承受，而是在一起面对。祷告不是把问题扔给神，而是我知道我还不够，但我知道我不孤单。
但对一位在祷告的基督徒来说，这不是想象出来的对话，而是真实的写作。他们相信上帝真的在那里，在和他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一些人担心，这不就是神存在与否的问题吗？但我们可以先放下这个哲学难题，因为我们能确认的一点是，那位祷告的人确实相信神在。而如果你真的把上帝视为一个团队成员，那他所带来的技能确实无人能比。全知意味着他掌握一切信息，全能意味着他有能力做任何事，他也绝对有资格评估每一个解决方案的质量。而祷告本身就是这场协同解题的沟通通道。祷告者可能一口气说上几分钟、十几分钟，但他们也说他们在听思想里的念头，听身体的感觉，听从环境中传来的某种暗示或回音。就像人类学家谭亚罗尔曼在他那本《当上帝开口说话》中观察到的那样，福音派基督徒会试着与神对话，就像和朋友说话一样。渐渐的，他们学会把脑海中某些念头不再看作我的想法，而是神在说话。所以，即使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不到神，也听不到明确的回应，甚至无法用科学来量化那个回应是否真实。但在每一个真心祷告的人心中，他们正在经历的确实是一场和神一起解决问题的合作，而他们感受到的不是孤单，不是混乱，而是有人同行，有路可走。当把祷告当成一种协同解题来看，很多观察到的现象就突然说得通了。首先，协作意味着这是个社交行为，你不是一个人硬扛，一个人瞎想，一个人对空气讲话。在哈德森的问卷调查里，他特别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在祷告的时候，感觉是在跟谁说话，还是你只是对自己说？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我是在跟一个真实存在的对方说话，我不是在跟自己讲道理。他们在说话的过程中，甚至会把问题的一部分直接交托出去。他们有个特别的说法，我把这个交给神了，英文叫 Give it to God。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是信任，是放下，与神同行，是告诉自己，我不再一个人扛这个问题了。在哈德森的实验里，这种交托的效果非常明显。祷告的人祷告完之后，很多都说他们感到轻松了，而那些只是自言自语思考的人，就没有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可能就是协同解题与独自解题的本质差别。把问题的一部分交给一个你信任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这不仅仅是祷告的灵感，它还是心理治疗里常用的经典方法之一。在治疗中，常常会这么建议：专注于你能控制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就放手吧。而祷告恰恰就是在做这件事儿。人们在祷告中会认真思考，这件事里我能做到的是什么？我控制不了的又有哪些？但他们不是就此逃避或回避，而是把那无法控制的部分交给神。而这个神可不是谁都能比的，他们把问题交给了整个宇宙的创造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祷告之后会对某个困难的人际关系问题感觉更有希望。也许他们没办法改变室友的坏脾气，也无法控制老板的苛刻标准，但如果是神出手，那就说不准了。而祷告的另一个好处是激发继续努力的动力。解决问题往往不是一下就能搞定的，很多时候是持续艰难的过程，你很容易就想放弃，但祷告的过程会把你对转变的那一点希望牢牢守住。有个参与者叫丽莎，在实验后哈德森说了一句话，让他至今印象深刻：上帝就像一张外卡，如果只是我自己想，我不会觉得有什么能改变，但只要我交给神，就什么都有可能。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很多人祷告的时候都会闭上眼睛，双手合十，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些人还会低声念出来，甚至在心里打拍子。这些行为看起来很宗教，但其实他们在认知科学上非常聪明。我们的大脑其实没你想象中那么能多线程，
认知科学里有个概念叫做工作记忆容量，简单说，就是你一次能同时处理多少个信息。研究发现，一般人能同时记住、处理的大概是3到5个信息块，不管是数字、目标、声音还是待办事项，超过这个量就会卡顿、分心，或者直接崩溃。所以我们在解决一个难题时，其实是把大脑的零食桌面塞满了。此时，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干扰，手机震一下，别人叫你一声，你整套思路就会被打断，重新加载非常痛苦。但祷告有一个很厉害的附带功能，它自带排除干扰系统。你想想，闭眼、合掌、找安静空间，甚至出声祷告，这些都是帮助你聚焦、减少大脑负担的行为。有些参与者就跟哈德森说，我发现默祷的时候脑子容易飘走，但一旦出声就能把整个祷告逻辑说完整。祷告其实就像是给你的思绪搭了个轨道，让它不再乱跑，不断返回正题。祷告其实还带着一个隐藏功能，就是它会不断地提醒你，你是谁，你相信什么，你认为什么重要。很多人在采访中都提到，祷告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些我原本想坚持的事儿，我会想起神希望我去做的选择，我自己相信的价值观。这种提醒特别关键，你试过吗？如果你只是自己想着某个让你抓狂的人，很容易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但如果你是在祷告中提到他，你会突然想起，神也爱这个人，我是被呼召去爱人的，不是审判人的。就像有人在跟我说，祷告不是帮我解决问题，但它让我重新调整了的，我愿意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就带来了一个天然的价值约束。在祷告中，你不能随便乱选一个解法，你只能选那些符合你信仰、你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去面对。他帮你做了一件很难的事儿，在混乱的情绪里，选出那个你真正想成为的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能这样思考，完全不是。我们可以从祷告中提取出来的是他的这些策略，用语言清楚地表达你的问题，明确自己的目标状态，回顾过去曾经有效的经验，聚焦，排除杂念，在信任中交托那些你无法掌控的部分，最后把选择留在你最深的价值上。就算你不信神，你也可以试着这样做，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说出你的困扰，是妈妈，是朋友，是心理师，或者是你自己录的一段语音。你会发现，不再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松动了。祷告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怎么和神说话，也许他也在教我们怎么在爱、希望和专注中好好的、逐步的走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正被某个问题困住，不妨试试这个简单又经典的方法。这就是数学家波利亚提出的4步解题法，非常简单，但非常管用。第一步，理解问题，把问题清楚地说出来，或者写下来。很多时候，只是把问题表达清楚，困惑就已经少了一半。第二步，制定计划，可以是试试看，列个清单，问问别人意见，或者像下棋一样倒推。第三步，执行计划，一口气把你的计划走完，如果发现不对，就回来重新调整。第四步，回顾反思，总结一下这次的过程，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下次还能用什么。同时，请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原则，你无法控制别人的反应、情绪或行为，但你可以选择自己怎么回应。把注意力放在你能控制的部分，把其他的部分先暂时放下来。把你最看重的价值、最重要的优先顺序写在纸上，放在眼前。是，我要保持冷静；是，我要坚守自己的底线；还是我想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这些价值会在你做选择的时候帮你指明方向。你甚至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解题的环境，给自己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片刻，闭上眼睛，双手交握，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也能让思绪重新归位。是的，祷告不只是向神求祝福、表达信仰，
它其实是一种满载着心理资源的认知练习。即使你从不祷告，你也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没有答案，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安静下来思考的方式。好了，觉得有趣的话，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